魏婴，兰家不会搞什么联姻。蓝忘机忽然柔声说道，十分有诚意地回握住魏无羡的手。哦，魏无羡小声答道，满脑子却想着蓝忘机手掌很温暖，握着真舒服。所以你不用担心。那一瞬间，魏无羡觉得自己的心思被看透了。我知道，不用担心，您介绍苏小姐跟我认识，对吧？魏无羡强压下内心的悸动，笑嘻嘻地说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，有些无语。蓝副总，这部好像是恐怖片。魏无羡转过头，忽然对电影来了兴趣。我可以一直握着您的手吗？魏无羡声音有些微微颤抖，好像真的有点可怕。可以。魏无羡为那天在影院被恐怖片吓到紧紧握住蓝副总的手长达1个多小时而羞愧不已。而蓝忘机一脸淡定，看完后就云淡风轻说了一句不过如此。确实，魏无羡跟了蓝忘机这么久，还没见过蓝副总有什么害怕的东西。但魏无羡心里又过不去，不能自己一个人被吓到，一定要吓一吓蓝副总才行。于是，魏无羡又想约蓝忘机一起看恐怖片。但影院能上映的恐怖片，不是被剪过就是剧情 bug 太多，这种电影是吓不到蓝忘机的。血浆片的话太过简单粗暴，也不适合。魏无羡思来想去，决定找一部自己曾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恐怖片。这部并不血腥，但氛围一绝，乍一看没什么感觉，但后劲很大，最适合吓蓝忘机这种高端人士。魏无羡对自己的计划很满意，随即去店里买了蓝光碟。蓝副总，这是今天的文件。上班后，魏无羡将整理好的文件递给蓝忘机。蓝忘机正准备埋头开始工作，却发现魏秘书并没有跟往常一样直接离开，于是抬眼看了看对方。魏婴，还有事吗？蓝副总，晚上有空吗？魏无羡正等着这句话。有。明天是周末，晚上可以一起看电影吗？魏无羡掩饰不住上扬的嘴角。你想看什么？蓝忘机拿过手机，准备给蓝曦臣打电话。不是去电影院。魏无羡赶紧阻止，是去您家里。我家。蓝忘机放下手机，看着魏无羡，揣测魏秘书在打什么鬼主意。您书房不是有蓝光播放器吗？我准备了碟。魏无羡又不怀好意地笑了笑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蓝忘机确定来者不善，但也很期待魏秘书会搞出什么名堂。那就麻烦您了。魏无羡假惺惺地怀着抱歉的表情退出办公室。下班后，魏无羡和蓝忘机回家一起吃饭。中途，蓝忘机试着打听电影名字，被魏无羡义正言辞拒绝了。蓝副总，这样就没惊喜了。魏无羡咽下阿姨做的饭菜，食不言那蓝副总。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没再继续问。饭后，魏无羡又拉着蓝忘机一起在别墅花园里散步。魏无羡准备夜深人静才开始看，太早了氛围就差了。他记得当年自己被吓得半死，连续1个月都开着灯睡觉，心里盘算着也要让蓝副总尝尝这种滋味。散步后，两人又分别沐浴。换了家居服来到书房，魏无羡才慢吞吞拿出碟片，准备放电影。他这次准备了温子仁的潜伏，还是前后2部一起，剧情是连贯的，而且续作也不比前作差。一口气看完，最爽了。魏无羡将碟片放好，又把书房里的落地灯也关了。瞬间，屋子里就只剩银幕的光。蓝忘机坐在沙发上，魏无羡并不打算跟他坐在一起，他拿个坐垫，一屁股坐在蓝忘机身旁的地毯上，准备随时偷看蓝忘机被吓到的神情。魏婴，为什么坐地上？蓝忘机低头问。地上舒服，您快看电影。魏无羡心想，坐你旁边怎么好偷看你？电影开始了，剧情太过吸引人，即使已经看过1遍的魏无羡，也不知不觉中被影片吸引了过去，压根忘记要偷看蓝副总这件事。随着剧情推进，镜头一转，主角身后出现一个恐怖的鬼魂。魏无羡惊叫一声，本能往后一退，顺手抓住手边一个东西。魏婴，害怕的话可以坐上来。蓝忘机低沉的声音传来，那人似乎相当淡定。不害怕。魏无羡赶紧否认。那把手放开。魏无羡低头一看，慌乱之中竟然拽着蓝忘机的裤腿。魏无羡像烫手一样连忙放开，
重新端正，坐好继续看电影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剧情越来越紧张，氛围越来越恐怖。这电影怎么越看越吓人？在看到女鬼张牙舞爪冲向男主时，魏无羡再也忍不住，一声尖叫，转身把脸埋到沙发里，顺势抱紧蓝忘机修长的腿。要是害怕就坐上来。蓝忘机重负道。说了不害怕。魏无羡死鸭子嘴硬，但也不放开蓝忘机，硬生生把人腿抱着看完电影。第一部看完，魏无羡松了一口气，再也没有勇气提看第二部的事。然而蓝忘机却拨开魏无羡的手，起身去换碟。蓝副总，魏无羡虚弱地叫了一声，该睡觉了吧？魏秘书，这种程度的应该不会怕吧？蓝忘机侧过脸看着魏无羡，很自然地问道。不怕。魏无羡缓缓起身坐到沙发上，